关注最新资讯，把握经济脉搏。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主要内容：清明小长假以来5天内，深圳新房成交700套，二手房3月成交环比增长25.5%。3月以来，大陆已超60个城市发布楼市松绑政策，但土地市场依然出现冷热不均。4月以来近1周时间，已有6个城市放松楼市调控政策，一线城市带动回温。近期，深圳楼市热起来的信息满天飞，各大楼房营销中心热闹异常，尤其是龙岗中心城的和正方舟，3天卖掉43套。整个2021年，深圳楼市持续下跌，房价下跌实至15%，成交量创纪录的跌入谷底。2022年2月二手房成交量仅有872套，刚刚过去的3月份预计只有1000套，而这短短几天的成交量就几乎比得上前面1个月的量。为什么深圳新房市场近期如此火爆呢？首先肯定离不开3月以来全国多个城市松绑的影响，政策吹暖风，市场信心就有所提升。一季度这3个月，地方政策侧重对需求端的支持，从降低房贷利率、提供购房补贴、降低落户门槛、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降低公积金首付比例，到取消认房认贷支持改善性购房、降低交易税费、取消限售等。调控政策松绑的城市由3、4线城市向郑州、哈尔滨等2线省会城市传导，最后鼓舞1线城市的楼市，而1线城市往往可以利用其风向标的地位带动其他城市回温。其次是近期指导价上调的传闻，进一步刺激新房市场。如果楼价一直在跌，人们反而不敢立马买房，但市场一旦出现回暖、价格上调的信息，人们反而坚定买房意愿。最后对比二手房，新房的优势更加明显。毕竟之前二手涨得太狠了，购买力一时半会很难满血复活，房价明显上涨难度比较大，翻倍难度就更高了，需要的资金量很大。从清明节深圳楼市成交的数据来看，分化问题还是很严重的。第一，中心区刚需盘关注度更高，不管是福田、宝安还是龙岗、龙华，发了喜报的大多是主打刚需产品，而且属于区域中心片区的楼盘。第二，单价不超过6万1平的楼盘去化更好。深圳刚需群体很庞大，但他们的购买力比较弱，单价高的产品对他们来说上车难度高，所以5万每平以下的楼盘更能吸引他们。通过深圳的住房自有率，可以清楚深圳的刚需群体还是很庞大的。去年公布的深圳住房自有率是23%，而同为1线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50%，就连香港都在50%左右。这就意味着深圳市场或许潜在70%以上的刚需客户。此次深圳市场回暖，无异于证明此前不断松绑楼市的决策是正确的。据不完全统计，4月以来近1周时间，已有6个城市放松楼市调控政策，包括浙江衢州、河北秦皇岛、甘肃兰州、四川绵阳、浙江丽水、浙江台州等。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从近期各地政策放松情况看，各地放松的积极性在增加，同时政策放松的全面性也在不断扩大。从此前很多城市放松首付比例及3成改2成以外，现在各类放松的内容都很多，限购等政策也陆续放松，限售等内容也有松绑或取消的动作。应该说，政策放松进入比较全面的阶段。当下各地楼市下滑明显，已经影响到了全链条的正常循环，从卖地、开工到销售到竣工，都受到较大冲击，行业良性循环不畅。在保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部分城市退出限制性措施是必然的。限售和限购调整，在促进住房消费、合理需求、促进行业良性循环的语境下，有更强的合理性，限制性措施进入新一轮退出潮。有研究院认为，郑州、哈尔滨等城市出台的放松限购、限售等政策，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市场快速回温，未来更多的大中城市可能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出台更多实质调控放松的政策。从市场端来看，目前整个市场购房需求低迷，主要是由于调控政策下市场依然持续下行及购房者对于房企债务违约导致项目违约的恐惧心理。尽管政策频出，但开发商、金融机构和购房者的信心尚未恢复，因此房企投资意愿不强，银行房贷相对谨慎，购房者观望情绪也在上升，
尤其是改善性需求的购房者，短期内市场可能依然维持下行趋势。从不同等级市场来看，经济发达、人口吸附力强的高等级城市市场需求支撑更足，对政策利好的反应也更快。一线城市可能下半年率先回温，二线及部分强三线城市可能受到一线城市带动逐渐回温，而大部分三四线城市预计依然保持市场下行、低位盘整的状态。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市场面临预期较弱的问题，市场修复过程将延长。虽然二手房成交量有所恢复，但绝对水平仍处于相对低位。当前二手房业主预期较弱，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二手房景气指数在2月恢复至20以上，3月回调至18，超70%的城市景气指数在20以内，特别是长春、哈尔滨及石家庄、青岛、太原等北方城市市场景气指数持续低于15，市场预期低迷。此外，新房市场销售没有明显起色，房企拿地积极性尚未恢复。3月新一轮的疫情带来局部地区管控，也给市场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这将延长市场修复过程。短期内楼市价格可能呈现波动性横盘状态，未来市场预期的修复需要更精准的政策呵护。数据显示，3月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为1640.6万平米，同比下行47.6%，环比上行27.1%。3月北京、广州和深圳住宅成交量相比2月均有不同幅度的回暖，其中北京成交量为61.1万平米，环比增长85.2%；广州成交量为57.1万平米，环比增长3.7%；深圳成交量为32.4万平米，环比增长48.8%。不过，上海则是成交量下降的城市，成交76.7万平米，环比下行31.0%。或因疫情影响，使线下售房活动受阻，从而导致成交下行。3月3、4线城市成交量也有所恢复，但是恢复力度明显不及2线城市，甚至部分城市成交量仍处于环比下行的趋势。原因有3点，即3、4线城市的市场需求已经得到充分释放，即有刚需的市场无法撑起成交量的增长。其二，部分3、4线城市采取调控政策限制购房，对市场有一定的抑制。其三，吸引人口流入的能力相对较差，只靠本地户籍人口难以拉动市场热度回升。总体来说，3月房地产市场得到相应的修复，但是不及2021年同期，且各级城市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化。1、2线核心城市整体表现较为稳定，3、4线城市恢复力度稍显不足。但是在调控政策持续松绑的情况下，1、2线城市的改善性需求将是拉动住房市场的主要力量。此外，土地市场也出现了冷热不均的现象。截至3月30日，一季度全国新增住宅用地供应3755宗，规划建筑面积2.14亿平米，同比下降约50%。其中1、2线城市分别下降58%和51%，这主要受部分传统头部房企资金压力较大影响，导致1、2线城市土地供应较为谨慎。土地成交方面，截至3月30日，一季度全国招拍挂出让住宅用地2628宗，规划建筑面积1.45亿平米，同比下降约58%。土地出让的减少受供应与疫情两方面影响，特别是近期疫情的反复对土地出让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不过，一线城市由于出让土地品质较高，土地出让金占全国13.6%，较2021年略有上浮。而二线城市土地出让金占比43.7%，较去年下降了10%。二线城市受此轮疫情影响更加明显。从溢价率角度看，约80%的城市平均溢价率在5%以内，整体较低的溢价率水平反映在土地市场方面，并且房企拿地能力明显不足，同时也为稳健型房企新增土储提供了有利条件，甚至将影响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格局。政策对地产行业的调控是要降低地产行业的风险，实现良性循环，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最终目标。因此，在实现合理管控后，行业会慢慢步入正轨，实现更健康的、更长远的发展。从3月1日，郑州市发布了关于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通知，打响2022年放松限购、现代调控政策的第一枪开始，就不断出现楼市回暖的信息。专家也指出，关于房地产企业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
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此次深圳楼市小阳春虽然不会导致深圳的房价大涨，但传出回暖的信号，无异于给大陆地产行业注入一支强心剂。本期视频就到这了，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请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